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每一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欢笑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一秒。喂，走快一点啊！只会吹又不会帮忙拿，你这种女人啊，就像咖啡呀。永远那么香醇。有些咖啡呢不必喝，只要闻它的味道就够了。它又苦又会烫伤你啊，就跟你一样啊。跟你在一起啊，我觉得很不幸啊。好啦，待会请你喝冰淇淋咖啡怎么样？那就不会烫伤你的舌头了。啊，走吧。我得赶时间了，还要去哪里？红楼百货公司大减价，试了就买不到东西了。走吧。喂，放哪里？放这里好了，小心点。哇，真的服了你啊！单单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，我一整年的东西啊都没有你买的多啊。这就是我跟你不同啊，我懂得享受，你不会。享受也要有钱的享受。你很穷吗？我听说跑船的收入也不错的。收入是不错，但是像你这样的花法，金山银山都不够你花。不要把我说的像扫把星。你不像扫把，扫把可有用了，可以扫地啊、打人啊、骂人啊。喂，你再说我就要生气了。来，来，看着我。干什么？我有个故事，你想不想听？好啊。很久以前呢，有个农村，住着一个财主，他很有钱，可是呢却不懂得珍惜东西，每次呢都把那些吃不完的米饭呢给丢掉。而这些米饭呢，就会顺着一条小溪流到山脚下。山脚下有一座庙，庙里头住了很多和尚。这些和尚们呢，看到这么多的米饭，觉得很浪费，就把它们捡起来做了饭干。有一年发生了这个天灾，所有的农作物都死掉了，财主没东西吃，流落到庙里面。而这些和尚们呢，给他吃的就是当年他所丢掉的米饭。哦，看着我。干嘛？我也有个故事要告诉你。从前有个女财主，她很有钱，她非常懂得珍惜所有的食物，她每一次都把米啊、饭啊、菜啊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也不剩。那有一次，她的村庄里也发生了灾难，她就跑下山到尼姑庵去，可是尼姑庵的尼姑全都饿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这个女财主啊，每次都把每一粒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粒也不剩，而结果呢，那些尼姑就没有东西可以做成饭干，结果就饿死了。哇，你编得很快哈！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来跟我唱反调。我不是唱反调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不是我舍得花钱，那怎么能够养活那些百货公司卖衣服、卖鞋子的人呢？如果你还是那么吝啬，他们早就饿死了。这么说，你真的是很伟大了。也不是很伟大，只是有钱大家一起花嘛。我说不过你啊，后会有期吧。等等啊，你帮我一个大忙，我还没谢谢你。挑一样东西你喜欢的。算了吧，你买的全都是女人的东西，我要来干嘛？你可以送给女朋友的。我的女朋友才不会像你这么奢侈。走了。喂，不要就算。妈，爸爸有来信了。真的？是啊。说些什么？看啊。他说一切都很好，乡亲们呢也对他很好，身体啊比以前硬朗得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还说了些什么？哦，他还说
一切要以和为贵。叫我跟阿周啊回去咖啡店帮忙啊，帮什么忙嘛？酸梅婆。哎，你不要老是这样叫她酸梅婆啊。她都叫你爸赖婆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叫她酸梅婆啊？她怎么说也是你大妈，你在外头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叫她。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自己人啊？上次啊还把我跟阿周赶出咖啡店呢。要我回去帮忙，阿爸一定是离开这里太久，忘了他大老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哎，算了，我都说，其实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大家少见面，省得伤和气。妈，你就是这样啊，凡事都忍，这酸梅婆啊才会骑到你头上来。阿周的性格啊十足像你，所以啊才常常被人欺负。妈，哥，哎，你们在说谁被欺负啊？说你啊，我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。你找到工作啦？哦，不是，不过我申请了小贩执照，批准下来了，以后可以自己开咖啡摊了。那很好啊，可以自己做老板，不用再回咖啡店工作了。那个酸梅婆有叫我们回去咖啡店吗？他还怕我们回去争财产呢。是阿爸来信，要我们回去做工，继续受剥削，继续看人家的脸色，继续做廉价老童工。阿爸真的这么说啊？后面的3句是我加上去的。可是，如果他知道我去开咖啡摊，他一定会很不高兴的。你又不是偷，又不是抢，你怕什么呢？你就是这样了，还没上船呢怕地震，上了船呢又怕风浪，你这样子怎么做大事？其实我这个摊位批准下来，地点也不是很好，那边有很多人卖茶水的，我又是新人，生意应该很难做的嘛。你刚才拿到执照还兴高采烈的，那现在呢又说地点不好，说来说去啊，就是阿爸的这封信呢来的不是时候。其实那个摊位的手续还有一段时间嘛，不如我们再考虑考虑。那好啊，你就到路口那棵铁树旁坐下来，慢慢的考虑，等到开花了，你再回来告诉我答案吧。心啊，真是。新哥啊，你的船停在桑巴旺，带我上去看看吧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这么大的船呢。船不能够随便上去的，而且危险。一瞬间会上烟头啊，那引起爆炸了。你怕什么啊？我又没有抽烟。改天吧，我很忙哎。忙着等9号是不是？没事就在这等他。喂，准备约他上哪？新加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？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跟我建议一下，然后下一次呢，我就带你到那个轮船去参观，怎么样？好，行。哎，阿星，六月，找有事啊？没事，我们只是路过哎。什么路过？他是特地来找你的。你别胡说啊！好，不说就不说，我去拿汽水喝。女朋友暂时交给你，那我再回来拿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的船刚好停在那个三巴旺的港口。那你怎么样啊？没有怎么样啦，只是想问你，要不要上去参观？我可以带你上去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现在吧。好啊，你帮我拿出香蕉，来，快！快啊！喂，我的女朋友啊！女朋友也可以借用的。小心点啊！这是船的甲板，平时闲着没事做，我就跑到这里来看海，还有海鸥，很享受的。只可惜船不是在大海里，要不然可以看海鸥了。傻瓜，大海里是看不到海鸥的，海鸥只有当船驶进港口的时候才会看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海鸥的时候，就知道船很靠近陆地了。真的啊？哎，我带你到船上去吧。小心啊！阿星，哎，重来啊！哎，阿星啊，你的女朋友啊？哎，阿星，哎，瑞正，看来你在船上人缘还不错啊。我在陆地上的人缘也很好的，是吗？至少你妈对我的印象比以前好多了。可是那并不代表他喜欢你啊。哎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是需要时间的，就好像我们泡咖啡，越久呢就越香浓。你一定没尝过土耳其咖啡吧？泡好了端上来，千万不要马上喝，要不然呢满嘴都是咖啡渣。
必须等一会儿，等到这咖啡渣呢沉淀之后，才轻轻喝它一口。哇哦，美味极了！所以呀，想要了解我呢，就好像喝土耳其咖啡一样。这就是我的房间了，欢迎参观。这张呢是我的床，上面这张呢睡着一个潮州人。由于习惯的不同，他常常被人欺负。为什么？因为跑船的大多数都是咖喱的，其他籍贯因此就比较容易受到排挤。你知不知道，跑船的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登岸了？为什么？因为可以买很多东西，还有找女人。那你呢？我很少上岸的，不是因为我特别正经，而是我想省钱。所以别人回家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的，而我呢，经常都是两手空空的。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，就只有这个贝壳。巴拿马的贝壳，你怎么知道我去过巴拿马？是阿周说的。他说你写过信来告诉他你去巴拿马，他把信给我看的。有没有搞错？你的家信我拿给外人看。其实这贝壳我不是在巴拿马捡的。不用再说了，让我猜猜，除了巴拿马之外，你还去了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我去过这非洲的好望角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，韩国的釜山，还有新加坡的榜鹅。榜鹅？是啊，这贝壳是我昨天在榜鹅捡的。你生气了？只要你有这个心意就行了。接下来你还要跑船啊？会啊，跑船有什么不好？钱赚得多，又可以环游世界。现在我已经是厨师了，等我升上主厨的话，哇，收入啊就比现在多很多了。只是不能一辈子跑船哦。世界这么大，我只走了大概1/10吧。等我走遍了整个世界，赚够了钱，2条腿再也走不动的时候，我就决定留在陆地上，做我的老本行，卖咖啡。你今天是不是跟6月出去啊？是啊。你考虑清楚了，人家可是9号文凭，我们又是什么呢？我担心啊。你又怕他妈妈的洗衣板啊？我们是什么？好，让我来告诉你。1950年呢，我是穿开裆裤的；1960年，我是海南街的咖啡仔；现在呢，我是一艘游船的 cook。接下来啊，我会是 chief cook。以后的发展呢，就很难预料了。我会赚很多钱，我也会发达的。你还怕我配不上9号文凭啊？论身份嘛，她是她妈妈的女儿，国培的姐姐，而我呢，是我妈的儿子，你的哥哥，所以我们是绝对平等的。我为什么要看不起我自己呢？可是我觉得，阿总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为自己争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。你现在是一个捧咖啡的，将来你可以是一个大老板，而当中的差别呢，就在于你肯不肯去争取。我知道你是很乐观的，我跟你就不一样。人是可以改变的嘛，是在于你肯不肯。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的，就像香枝，一定是用竹来做的嘛，而木材一定是做扁担，这些东西可以改变吗？那为什么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是泥土呢？你可以拿来烧成砖，可以糊墙，还是做陶瓷，又或者你宁愿留在地上，让人踩，让人踏。我有的选择吗？就像我们根本没得选择，天生就是阿爸的儿子，就是会给大妈欺负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不是给贼打死，也不是给水淹死，而是给自己吓死。
咖啡还要黑啦。要快叫他自己来泡。那这是你说的啊，我就照你话跟他说。老板娘还收钱来啦。哎呦，老板娘啊，你大家好了没有啊？荷兰说咖啡馆等我们啦。我现在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啊，哪有时间打牌呀？哎呦，讨厌！你自己又不是没有钱请人，为什么搞得自己这么累？就是嘛，你放着老板娘不做，还自己捧咖啡自讨苦吃啊！早知道不要把八大婆的儿子赶走啦。不把他们赶走啊，是他们在这气我啊，气到我心脏病啊，高血压。老板娘收钱。哎，来啊！哎呦，那个大的比较难搞啊，把它打出去就算了。可是那个小的比较温驯嘛，可以留下来用的嘛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呦，这么缺德，小心以后生孩子没屁眼哦。乌鸦嘴啊！乌鸦嘴啊！喂，阿安呐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大声一点，我听不清楚啊！什么？玉娃她生啊？是啊。那她到底生男的还是生女的？咖啡来啦！阿玲啊，你没看见我在用电话，还这么不小心啊？人家痛死了，你还骂人？大嫂生啦，电话坏了，我怎么知道她到底是生男还是生女生啊？就生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？能生一个马上来帮你捧咖啡嘛。你再骂，以后我就不来帮忙了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现在赶去医院啦。店里你看住啊。哎呀，老板娘，准备可以走了吗？不行啊，我媳妇说了，我现在赶去医院啦。改天再打啦啊。那我们就办。嗨，没有搞错啊，平时得事那么多，急的时候一辆也没有啊。坐那边啊，干他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阿周啊，喝了咖啡上哪去啊？没有上哪去啊，随便逛逛而已。那这么说，你是还没找到工作啊？店里这么忙啊，我跟阿玲2个人都做不来。阿玲还说啊，她要学会用2只手捧6杯咖啡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忙啊？我请不到人，就想到我们这2个廉价老童工啊。你们？我是看阿周可怜呐，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，才叫他回去帮忙的。你在廉价也没有人要啊。那你放心，就算现在你派司机啊，叫在劳斯莱斯来载我，我也不会回去的。至于他嘛，就快要当大老板了，更不可能回去。当老板，什么时候啊？在哪里呀？昨天晚上在你们家大床上啊，做梦。信不信由你啦，总之阿周是不会回去的。天底下的事包公都不能包啊！年轻人啊，话不要说得太早啊。阿周啊，回不回去自己决定。我你看，他说不下去了。为什么他说不下去？这表示他为难。为什么他会为难呢？因为他怕了你。为什么他会怕了你？因为他不想回去。你以为叫他回去是我的意思啊？是你阿爸来信交代的，要不然呢，我用得着这么低声下气？哟，既然用阿爸来威胁我们了，那好啊，就等阿爸回来，让他亲口告诉我们，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回去。阿周，我们走，老板收钱。发赖婆的儿子啊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教训你的。哎，老板娘，要出门呐？是啊，媳妇生了，我得赶快赶到医院去看她。是男的女的？哦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都没关系啦，男女都无所谓，最重要就是母子要平安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当然喽，难得你这么大量，什么人嫁到你们龙家都是有福的啦。说到大量啊，我怎么比得上你呢？你们家6月啊，可是9号文皮，你都能够那么大方，让他跟一个跑船的走在一起。那个跑船的？哟，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懂啊？海南街上还有哪一个是跑船的啊？
你的。哎，我看看。安娜，我没看错吧？玉华这一胎真的给我生了个男孙啊！哎，快给我抱抱，快让我抱抱啊！这一次啊，婆主真的有保佑啊，终于让我盼到个男孙啊！好啊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哟！阿妈，玉华她……啊，对呀，玉华她怎么了？哎，我去看看她，我去看看她。好啊，玉华，妈。哎呀，玉华，怎么你手上也抱了一个啊？你生了双胞胎啊？哎呀，这一次啊，不但菩萨有保佑，连我们的祖宗也显灵了。那，你不但给我生了个男孙，还生了2个啊！妈，怎么了？她是女的。哦，没关系，这么说就是龙凤胎啦，不要紧的。那只要有个男孙，多一个女孩也无所谓，没关系啊。阿妈，其实玉华她生……谢谢你啊！我刚打电话给我丈夫，他下午就会接我回去了。哎，我的孩子，我的男孙啊，这是我的孩子哎。这孩子是别人呐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孩子。乖哦。不好意思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什么他的？刚才她打电话给她的丈夫，她叫我帮她抱她的孩子，那孩子不是我们的，我们的孩子玉华正抱。你妈生妹妹，你们很开心啊？你妈有本事，生的全是妹妹，亏我平时还炖那么多补品给她喝，连个男孙也生不出，真是浪费我的补品。安娜，你上哪去啊？干什么啊？人都接回来了，你还进房干什么？面包店的生意还在等着你。我把衣服放进房间，总可以吧？你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孩子快着凉了。喂，找谁？啊，等一下，奶奶找你的。告诉他我没心情听。谢谢本彩。怪不得那天打麻将啊，不
故意放水给我，要跟我套好关系，原来是有阴谋的。说什么？谁放水给你？哎呀，还有谁？哦，就是那个笑得见牙不见眼的人嘛。你们是说荷兰叔哦？荷兰叔，人家冲着我们来抢生意的，你还叫得那么轻了。我看他啊，不该叫无心良啊，应该叫他无良心。你看这种人啊，两面三刀，最阴险了。算了，生意各有各做嘛，不是他也有别人的吗？哎，你总不能把整条街封锁起来，只准你一家做生意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最开心啦，多一间咖啡店，就多一种生意啦。那也不见得，人家开的是新式的 coffee house， 不一定跟我拿 coffee 粉的。总之，两父女呀都不是什么好货。他那个女儿啊，好吃懒做，整天只会花钱买东西呀。跟你们家六月比起来啊，简直是差得太远了。阿妈，你不是吧？骂人家老爸不够，连人家女儿也骂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。哎，谢谢彭塔，到里面坐哈。讨厌你啊！不声不响啊，就看得见这么新式的咖啡座。就是嘛，比穷还好啊。哎呀，以后啊要靠你们多捧场了。哎，看了舞狮之后啊，记得到里面坐一下哈。今天除了啤酒以外，所有饮料一律免费。哇，太好了，是啊，荷兰叔，一杯啤酒才多少钱啊？你现在可是大老板啊，这点小钱你都看不开。待会进去多喝几杯啊，我很忙，我先招呼客人。阿星，过来帮我拍照。好，来笑笑，1、2、3。老板，哎，请坐啊！来，我到外面忙。怎么样？这里的环境不错吧？好漂亮哎！你们想喝点什么？来这里当然是喝咖啡啦，也要免费的。没问题。谢谢。哇，哎，请问这边咖啡一杯多少钱啊2块半。哈，2块半，比我们咖啡店贵好几倍。咖啡座是这样子的，人家投资了那么多钱，当然要卖贵一点，收回本钱哦。可不是，可是喝起来也是加奶的咖啡，感觉不到什么不同啊。哎呦，不同可大了。兰叔，在我这里喝啊，可以享受冷气，又有美女看，又不用看那个酸梅婆的脸色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啊，说得对啊，这里不止卖咖啡，还卖情调，卖不同的文化。亚洲，不要再做井底之蛙了。新奇的东西呢，会慢慢的普遍起来，说不定啊，将来都会很流行哦。喝咖啡呢，是要这个样子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缺人手啊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意思过来帮我？是没问题啊，不过我要去航海啊。哎呀，你都没有这么快去航海，反正趁这个空档，你过来帮我。我知道你脑筋转得很快的，又去航海，又见过世面，肯定对咖啡有认识啊。还考虑什么？我很欣赏你的。哎，阿周啊，
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一起过来。如果你们肯帮我，我肯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来，怎么样？您知道那个吴新良，那个吴良心啊，他的咖啡座是冲着我们来抢生意的，你还跟他武士道贺，是不是想气死我？谁想气死你呀？我是武馆的成员，他们需要我，我能不去吗？那你明知道他是我们的死对头，你不会找个理由拒绝他？你就只会说我，你呢？还不是整天跟他在一起打麻将？你还说哈？安娜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教教你弟弟。人家是大英雄啊，怎么劝得了他？可是他是你弟弟呀，难道你就不管他了？老二读的书比我多，又比我会说话，叫老二教他吧。老二很忙的，他忙着拯救人类的灵魂，才没这个闲工夫呢。你们三兄弟呀，好像是3个妈生的，3个人3张脸，3个不同的世界。哎，阿周啊，谢谢你。阿周啊，你过来啊，我有话跟你说啊。什么事啊，大妈？是吧？那天跟你谈的那件事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？你要阿周回来工作？是啊。那你打算1个月给他多少工钱啊？哦，跟我谈条件啊。那你当不当这里是你自己的家？那你当初赶我们出去，有没有让我们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？不错，自己人是应该帮忙的。不过呢，阿周的为人忠厚老实，有些话呢，我们说在前头会比较好，免得将来啊货不对半、牛头不对马嘴的，吵起架来不好看嘛。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打算要多少钱啊？以前我们在这里做工呢，只是意思意思拿一点零用钱，连一个看门的莽咖喱都不如啊。这样吧，如果你可以给我们以前工钱的多5倍，阿周就回来做。5倍啊？那看过去那边啊，看到那间银行了吗？你去抢啊，要有多少倍就有多少倍啊，眼里只有钱在打转。我真不知道这个八赖婆是怎么教儿子的。你很缺德啊，叫我们去打抢银行啊，根本就不把我们当成是自己人嘛。自己人啊，好啊，那我把整间咖啡店都送给你啊，你拿去要不要？哎呀，我不要啊，承受不起啊！你不是常说吗？我们2个呢是3两的命，受不了这5两的福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世界之大，穷言待不了，最多是去巴黎喽。去巴黎呀？哦，还带他一起去啊？行不行啊？谁说不行啊？走2步就到了，走给你看，1步2步到了，就在那儿。荷兰叔叔啊，只要我们做出1年呢，就给我们多1个月的薪水，那叫做花红啊！酸梅婆，你懂不懂啊？不看样子你肯定是不懂的，你连什么劳工雇佣法令都不知道，还要请人，自己做嘛。好，走，我们走，看看。我还以为他很行啊，能在外面闯出什么名堂啊？结果呢，还不是要回来这里待着？万一他们在新巴黎越做越好，还打败我们，抢了我们的生意，你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我就看准他不会。我说会，你呢？我说不会。环境不错嘛，既有冷气又有情调，哪像咖啡店啊，又嘈杂又闷热，待久了人都会疯掉哎。听到了没有？连阿玲也这么说了。怎么？他还在犹豫啊？哎呀，你不认识他，他就是这样的啊，怕贼怕鬼怕漏水，又怕爸回来不知如何交代。放心吧，阿爸人还在唐山，不会这么快回来的。我要不是在外面另有发展啊，我也会来这里做。这里有冷气，老板又大方哦。哎，什么另有发展啊？难怪你春风满面的。什么时候过香港？我等着看你的戏哦。想看的话，记得到时排队买票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有10成把握，已经跟香港那边接洽了。10成把握还谈不上，不过那个香港导演下个星期就会从香港飞来新加坡，等见了面就知道了。哇，哎，这么说
阿林你就快变成明日之星嘞！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别乱讲话，什么明日？有些明日是不会来的。放心吧，我这个明日很快就会到来了，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。那好，我们就等着看你的好戏。来，我们以咖啡当酒，来，呀呀喵喵喵喵呀！是。妈妈，哎，玉华，来上香啊？对呀，怎么样？进来身体还好吧？还好。来，哦，等下，哎，不用啦，自己人。谢谢了。永安在里头啊。是吗？嗯，那我进去了。好。希望佛祖保佑我龙永安年年行大运，早日添丁发财。你也来了。你还想添丁啊？已经有4个女儿，你还嫌不够？我们龙家要的是男孙，不是女人。要男的也要我生得出啊！你生不出的话，我找个人帮你生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找个人来帮你生。这样的话也说得出？不是我说的，是阿古他们说的。他们说，如果自己老婆不能够生男的，就外面找个帮她生，免得家里整天吵吵闹闹。你认为他们这样说是对的吗？只要你同意，我是无所谓的。生个男孙可以替我们人家继承香火，而且阿爸阿妈他们也高兴啊。你当然无所谓啦，多了一根服侍你不好吗？你们男人的心我最了解，妻妾成群，走出去不知道有多么神气。我只不过是提提罢了，就那么大声跟我说话，你信不信我真的找个人来帮你生啊？我不要在婆子面前跟你吵啊！别以为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就找一个给你看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对我大呼小叫的。哎呦，哎呀，落地开花，落地开花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打破了一个杯子，在我薪水里面扣好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个杯子才值多少钱？别紧张，小事小事。哦，那老板，我倒杯酒给你啊。都自己人了，不用招呼了。还有啊，别老板前老板后的，还是照旧叫回我荷兰叔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的账记好了没有？哦，记好了，都在这。您的酒。荷兰叔啊，你的人可真好。换成是那个酸梅婆，我打破了杯子，肯定给她骂到臭头哎。我跟你说过了嘛，你在我这里做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是。再说啊，前几天那个风流寡妇啊，给我赚了几百块啊。哎，这个风流寡妇实在是太棒了，不忘我对她死心塌地的。哎，我还有事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哦，风流寡妇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这副德行。喂，什么风流寡妇？你爸爸的风流寡妇喽。喂，你还是去劝她，这种女人不要惹啊。真要。哎呀，糟了！我爸爸除了风流寡妇，还有郁金香、金公主、铁金刚的。铁金刚，连男人他都要啊？那岂不是男女通杀？什么男女通杀？我说的是我爸爸心爱的马，懂吗？哦，原来他爱赌马的。哇，我还以为他是喜欢打麻将。哎，我爸爸买这种马还有去有回，如果是泡上那种胭脂马，就有去无回了。但总而言之，我觉得赌马就……算了算了，劝一个人戒赌，还不如叫他去自杀。那倒是。喂，收音机有没有钱啊？干嘛？我要去买东西啊，有没有？全给你老爸拿去啦。算了，下一次留点给我啊。我只负责管账的，钱又不是我的，怎么留给你？我是你老板的女儿，你怕老板，老板怕女儿，那你不是应该怕我吗？还敢跟我顶嘴？你无聊啊！算了，不要跟你多说了，我要去做头发。有钱做头发，倒不如花一点钱呢，把你的头脑做得聪明一点。女人呢是不需要太聪明的，只要有个聪明的男人很死心塌地的为她服务，那就行了。但是聪明的男人是绝对不会为你这种女人死心塌地的服务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阿爸。什么咖啡机弄？
我说是泡沫倒是真的。我才离家几个月，家里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自己家开咖啡店，自己的儿子却跑去跟人家捧咖啡，这种事啊，说出来会让人笑话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在唐山的时候，很多亲戚朋友都说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可我真的没想到，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气我。苦瓜棚啊，是长不出蜜枣的。你不要以为他回去唐山老家陪你啊，就会变好，本性是改不了的。你明知道我要这个家和和气气，可为什么你偏偏就跟这个家过不去了？不错，家里是开咖啡店的，但是有谁承认过我们是龙家的人？以前在这，整天给人呼来喝去的，每天早上从5点开始做工，做到凌晨1、2点。后到头来，我们2兄弟得到什么？只不过是一包咖啡粉。哦，你以为歌了名啊？这间店就是我的，一家大小啊，吃的穿的全靠这间咖啡店的。还有啊，里里外外啊，只有我和阿玲2个人撑着，我们就不辛苦吗？还有啊，这间店的人手不够，我这个做大妈的还要撕下脸皮去求你，结果呢，你不答应就算了，还给我脸色看啊！安娜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本来呢，人各有志，你们喜欢到哪里做呢，我们也管不来。但是人家分明用石头砸我们的招牌，你们还过去帮他们，这真的是说不过去。我只是觉得，不管做什么生意，都遇到竞争的对手，只要我们本着良心做生意，咖啡泡得浓，泡得香，招牌就会保住，客人就会留下来。我在这行已经做了几10年了，我喝咖啡比你喝水还多，要你来教我怎么做生意？总之呢，明天一早你就回去把工辞掉，马上回来这里开工。叫阿爸，阿周他呢有意思要当小贩，如果这可以开个单位让他卖稀饭的话，我们就回来。是啊，老爸。那，你看啊，我没有冤枉他，你这个做阿爸的叫他回来啊，他都要跟你谈条件啊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总之呢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是回不回来？我不会。你看你呀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是不是有巴黎铁塔替你撑腰啊？你呀，你生了野孩子啊！气死我了！走开！哥，你一直看书干嘛？你说话嘛！你要我说什么？你真的不打算回咖啡店了吗？打死都不回去。这一仗要是我败下阵来，那酸梅婆啊肯定更嚣张啊。要为你自己回好了。我们跟他吵了10几年，又得到了些什么呢？那就像一个皮球，你越大力打他，他反弹的越强的。你们也是说我悲观，这次我乐观的想好了，就算我回去的话，那个酸梅婆啊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她也知道，咖啡店一个人是做不来的。阿玲又到香港去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次吵架，都把阿爸气成那个样子。阿爸也说的对，放着自己人不帮，去帮外人。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嘛。哇！可以忘了吗？不问不想他，难道真的从此没牵挂？除非自己变傻瓜。如果不曾紧紧拥抱过，感触不会特别多。交换过承诺，
什么？